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我主演的《镇魂》已经上线了，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现在正在录制《你的样子》，在这儿呢，想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陪伴，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的作品，《你的样子》就是最美的样子。演员朱一龙因出演电视剧《芈月传》《新萧十一郎》《花谢花飞花满天》而被大家熟知，之后出演了众多热播剧。朱一龙是个十足的暖男，有一丝腼腆，笑起来更是满满的阳光气息扑面而来。而今由朱一龙、白宇领衔主演的超级网剧《镇魂》亮相上海电视节，正式定档于2018年6月中旬上线。还有之前的那几起案子，跟你有关系吗？在采访的现场，朱一龙跟我们分享了许多拍摄花絮。《镇魂》里面演了不止一个角色，不同的3个人物吧，同一时期的。《镇魂》改编自晋江大神级作家 Priest 同名小说，以宏大的世界观架构了人界与地心2个概念。《镇魂》的双男主选角阵容一直是粉丝们关注的焦点，而朱一龙也被赞是书里走出来的沈巍本人。理解也罢，身份只不过是一张皮囊。黑袍使和叶尊他们2个是亲兄弟，然后沈巍呢是黑袍使在海星的时候隐藏自己的一个身份，就是教授。那你觉得一个人分别饰演3个角色，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感受吗？如果都是分开演的话，其实还好，我就完全当另外一个人物在演。但是经常有时候他们会同场，在一个镜头里出现的时候就比较难了。他因为同一天，因为妆的关系，我不能同时把这2个角色在一天完成，我就得先演沈巍或者先演黑袍使，然后等过一段时间再翻过来之后，再去演对面的那个叶尊。然后我觉得有一场戏挺有意思，就是叶尊最后的时候，那场戏我跟赵云兰，就叶尊和赵云兰一直在喊，一直在叫我，然后我们2个气都不够，然后一直在喊。拍了1天吧，就是那一坨那一块戏，就这一个。就是等于说一小块就拍了1天。对，这个身份藏不住了吗？朱一龙一直稳扎稳打地拍着电视作品。对表演的执着是能够让他这么多年来踏踏实实行走在娱乐圈的一种信念。其实说实话，就是刚进入这行的时候，你没有权利去挑选角色，对，所以你面对什么样的角色，只能说是就自己的初心是什么样，我怎么想办法把这个角色完成到我自己心里想要的那个样子。许多朱一龙的影迷都形容他是暖男。拍摄结束时，他会在片场和粉丝交流，而且还经常在自己的微博中与粉丝互动。我现在因为就是工作还挺多的，我有时候尽量我觉得应该跟粉丝有一些互动，给大家一些反馈，因为大家毕竟那么支持你嘛。那粉丝有没有做过让你觉得特别触动的事情？粉丝他们做每件事都很触动，他们经常有时候拍戏的时候就会在外面，他们又进不去，然后有时候劝大家就回家，但是大家因为就想见一下，但是我因为拍戏我又不能马上出来啊，他们有时候一等就会从早上一直等到晚上。2009年，朱一龙出演了自己的首部大荧幕作品《再生缘》，在片中饰演阮应，是一个冷面杀手。剧中的人物本来是和女主金兰是8竿子打不着的一个任务，可是却因为被一根猪棒骨打到了一块。首次出演大荧幕作品，给朱一龙带来最多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什么都不知道。那第一次我还在上学，那时候还在电影学，对吗？对，也很努力，也很刻苦，做了很多功课，但是到镜头前的时候就丧失了很多东西。那你觉得那个时候，什么事情或者哪些人对你帮助是最大的呢？其实这一路走过来，走到今天，中间其实很多导演呀、很多演员呀、很多制片人对我都有很大的帮助，他不断的提点你啊，给你自信呀。你觉得导演郑晓龙给你的感觉是怎样的呢？郑导是个很有想法，然后很严苛，就是对他对于镜头，对于他想要的东西很明确。2015年，朱一龙参演了郑晓龙导演的《芈月传》，在剧中饰演的孙俪扮演的芈月的儿子嬴稷。嬴稷是秦历史上非常一位有名的君主。年轻的时候身处燕国做人质，与母亲共患难，而且秦昭襄王逝世年近80，这在君王历史上也是非常少见的。对于这样一个特殊的角色，朱一龙是怎样去理解的呢？更是嬴氏的子孙。
因为我前面一直铺垫，我觉得他这么做一定是对的，一定是对母亲好的，对整个江山设计是好的。但是真正到他去做这一刻，看见母亲特别伤心的时候，他那块心里还是很复杂的。他刚开始觉得我就是对的，所以我必须要这么做，不管我用什么方式、什么手法，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给做了。但是看母亲自己心爱的人死了之后，母亲的那个伤痛的感觉，他还是很难过的。他也一度有那么一瞬间在怀疑自己到底做的是对的还是错的。那其实这样的一个心理，最终决定他的其实还是他对家国的一个对家、对国、对母亲。他已经成长为一个帝王了，他心里不能单有小家了。对。大王仁义厚德，我等心悦诚服。大王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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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你跟赵丽颖郭富城你们一起主演了谍战电影《密战》，然后你饰演了一位钢琴师，这样一个红色的经典，给你带来最多的体会是什么？我觉得还是铭记历史吧，然后对于那些无名英雄的一个，让大家唤起大家再去回忆一下当时那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珍惜现在的生活，知道现在生活来之不易。吴叔，我的老家在黄浦江上游，今天特意来找你，你在吗？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花谢花飞花满天》，你饰演了这个二少爷的角色。这个人其实外表看起来风流倜傥，但其实是一个非常专情的人。那你当时是怎么样去揣摩这样的一个人物的？因为当时我就想把这个人物的感情线给他捋顺了。因为这个人物他里面真假公主，然后他们又在换脸，所以因为观众可以看见，但是里面角色是不知道的，所以我演那个角色不能未卜先知的知道谁是谁，谁是谁，所以我得把那个感情线和对于两个人的态度的转换都是稍微游刃一点。我竟然是千寻的脸，我的脸回来了，我的脸终于回来了！告诉我，快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啊？你真的是千寻姐姐啊？朱一龙一直稳扎稳打地拍着电视作品，在他身上没有所谓的一夜成名，但这也恰好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是什么对你影响最大，让你走上这一行的？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妈，对，我妈喜欢表演，因为我原来在武汉嘛，然后就是普通高中生，就完全没有想过说从事跟表演有关的工作。然后我妈特别喜欢表演，就给我强行就给我报了电影学院。高中的时候其实人还比较懵懂，对，没有不太考虑过说自己以后将来一定要做哪一行。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这一行？这就是因为我碰到一个好老师。我上电影学院，我们崔金琴老师，因为我没有学过表演，然后上台之后我属于性格也比较有点内向，然后不太放得开。然后老师第1年、第2年的时候就给了我挺多鼓励的。然后突然间觉得自己好像很会演的感觉。我当时面对全部都是真实反应。我后来也问我的老师说你为什么要招我？他说因为你是一张白纸，什么都不知道，然后说身上没有太多坏毛病，然后他觉得会比较好教育。很多人说你是一个慢热型的人，你到底有多慢？这个不太好。但是我拍戏的时候一般，就这2年就是大家才跟我说，原来不跟我说。比如说女演员或者男演员，觉得1个月、2个月之后才觉得好像跟我熟了，才开始熟起来，是吗？对于之后你在角色上的选择，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大方向呢？其实我没有，真实是没有，因为我就想，就我什么剧本我都看，遇到好的剧本，什么剧本都看，只要是好的团队的，因为好的团队是一个基础，你剧本再好，如果团队不好的话，它是拍不出来的。所以我首选我会看团队吧，然后再看剧本。朱一龙生长在武汉，2006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现在的朱一龙已经成长为一个极具气质的实力派演员。那么儿时的朱一龙是怎么一个性格的小孩呢？蔫儿皮的，就是属于
蔫坏的那种吗？但也不坏，就是皮。皮是你有做过什么特别皮的事情吗？砸别人家玻璃算的，用什么砸的？用石头啊。用石头砸，当时为什么会去砸人？不知道，就觉得好玩啊，小孩。就因为我知道有男孩子会用球去砸人家玻璃，那球砸完不就回不来了？对，球回不来了。朱一龙身上有一种浑然天成的演员气质。作为演员，他知道需要用作品去提高演技。在演员和偶像之间，他强调自己是一个演员。在表演之内，他气场全开；在表演之外，他依然保留了一股子纯真的孩子气。这样子，就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可不可以跟我们清唱几句《时间飞行》这首歌呢？因为我们知道是你唱的呀。我不好意思唱，算了吧。翻涌眼底的光影和熟悉的声音，沉默在黑暗中伫立，替你呼吸。曾经并肩交换过勇气，才撼动我内心。不需要理由，就那样笃定。多认真，多少的坚定，怎么取舍才有意义？经过多少练习，才会成为这样的你？我始终在这里等一个消息，你也没放弃，跨越时间一起飞行。泛起微光的风景和时空的漂移，重新在这个末世纪和你交集。曾经并肩是你，让年龄刻在了我记忆。我知道我可以这样笃定，多认真，多少的坚定，怎么取舍才有意义？经过多少练习，才会成为这样的你？我始终在这里等一个消息，你也没放弃，跨越时间一起飞行。别放弃我们的坚定，命运依旧会有意义。经过多少练习，才会重燃这一颗心。我停留在这里，等你的消息，永远不说放弃，跨越时间一起飞行。跨越时间，我在原地。